大家猜猜看，谁家的小伙又在网上炸出了一锅热粥？没错，就是咱们的徐子瑶，这位刀郎组合中的年轻艺人，最近可是闹得沸沸扬扬，一边跟着刀郎舅老爷满世界跑巡演，一边还不忘吐槽说自己那叫一个无语，这是咋回事呢？难不成是因为跟着大佬混日子太辛苦，还是说这俩人之间有啥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说起徐子瑶和刀郎这对亲戚，那可真是一波三折的故事啊。想当年小徐还在吃奶的时候，耳边萦绕的就是刀郎那略带沙哑的歌声，谁能想到这竟成了他日后踏上音乐之路的罪魁祸首。刀郎这位新疆汉子用他独特的嗓音唱红了大江南北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冲动的惩罚，哪一首不是让人听得热泪盈眶？而小徐呢，从小就被这股子刀郎风给吹歪了，整天听着舅老爷的歌，跟着哼哼，不知不觉中，音乐的种子就在心里生根发芽了。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家学渊源啊！徐子瑶从小耳濡目染，对音乐的理解可不是一般的深。他不仅继承了刀郎的音乐天赋，还在这基础上开始琢磨自己的风格，这小子可有意思了。一会儿玩民谣，一会儿搞流行，愣是把自己折腾出了一番新天地。不过你们猜怎么着？这小子虽然继承了刀郎的音乐基因，但性格可是南辕北辙。刀郎那是苍茫大漠里走出来的汉子，唱起歌来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，豪迈得很。而徐子瑶呢，典型的新时代年轻人，幽默调皮，还带点皮皮虾的味道。这不，最近他在社交平台上的一番吐槽，可是把网友们给逗乐了，说是跟着刀郎巡演太辛苦，天天熬夜赶场子，累得跟狗似的。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助理在抱怨呢。但是别看徐子瑶嘴上说着无语，心里可是美滋滋的，能和自己崇拜的偶像一起巡演，这是多少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事啊！而且通过这次巡演，徐子瑶不仅学到了舞台表演的技巧，还深刻体会到了音乐人的辛苦与快乐。说到底，这俩虽然年龄相差大，性格各异，但在音乐这条路上，他们可是心有灵犀。刀郎是徐子瑶的引路人，而徐子瑶则是刀郎音乐精神的继承者。这份传承不仅仅是血缘关系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递。看来音乐这玩意儿还真是有遗传基因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徐子瑶能不能像他舅老爷那样成为一代歌王，还得看他自己的努力。毕竟天赋是一回事，努力又是另一回事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徐子瑶这次跟着刀郎巡演，那叫一个惨啊！别看人家在台上光鲜亮丽的，台下可是苦不堪言。这不，小徐在社交平台上的一通吐槽，可把大家给逗乐了。先说说这巡演的行程吧，简直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！一天到晚的连轴转不说，还得顶着各种天气，大夏天的顶着烈日班设备，深更半夜的顶着寒风收拾舞台。徐子瑶说他都快变成搬运工了，每天累得像条狗，连做梦都在搬东西。但是你们别以为徐子瑶就只是个搬运工那么简单，这小子可是刀郎的得力助手呢。从调音到灯光，从道具到服装，样样都得操心，有时候还得客串一下伴奏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。最让徐子瑶无语的是，他那个不要脸的舅老爷居然还美其名曰这是在锻炼他，这锻炼也太全面了吧，又当搬运工，又当助理，还得当音乐人，这哪是锻炼啊？这分明是在折磨，好不好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收获。通过这次巡演，徐子瑶可是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比如说，他现在对舞台布置、灯光、音响可是门儿清。再比如，他对观众的反应更敏感了，知道怎么调动现场气氛。这些可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经验啊！而且你们猜怎么着？徐子瑶还发现，原来他舅老爷刀郎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吗？
台上风光无限的刀郎，台下其实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有时候累了也会嘟囔两句，渴了也会喝口小酒解乏。这种反差萌可把徐子瑶给乐坏了。最让徐子瑶感动的是刀郎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，不管多累，只要一上台，刀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浑身都散发着光芒，那股子劲儿，那份热情，深深地感染了徐子瑶。他心想，要是自己以后也能有这样的舞台魅力，那该多好啊！说实话，虽然徐子瑶嘴上老是抱怨，但心里其实美滋滋的，能和自己崇拜的偶像一起巡演，这是多少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事啊！而且通过这次巡演，徐子瑶不仅学到了舞台表演的技巧，还深刻体会到了音乐人的辛苦与快乐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听听徐子瑶的心里话。虽然跟着舅老爷巡演真的很累，但是每次看到台下观众的热情，听到他们的掌声和欢呼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。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。我想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吧。看来这次巡演虽然辛苦，但对徐子瑶来说，绝对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之旅，更是一次成长之旅。哎呀妈呀！徐子瑶这一番吐槽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网友们一听说徐子瑶在网上叫苦连天，顿时就炸开了锅，各种评论如雪花般飞来，有同情的，有调侃的，还有质疑的，简直是五花八门，热闹非凡。有的网友心疼得不得了，说哎呀，这孩子也太辛苦了吧，刀郎大叔也太狠心了，这是要把自家外甥往死里整啊！还有的网友调侃道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吗？徐子瑶加油啊，熬过去就是你的了。但是你们别以为网友们就只会心疼徐子瑶，有些火眼金睛的网友可是看出了门道，他们说这小子可太会营销了，看似在吐槽，其实是在炫耀吧。跟着刀郎大叔巡演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啊！还有一些网友更是火眼金睛，他们发现了这俩之间的秘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虽然徐子瑶嘴上说着无语，但是每次提到刀郎的时候，眼睛里都是星星呀，这哪里是埋怨，分明是崇拜好不好？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这种家族传承表示了担忧，他们说靠关系上位的艺人多了去了，徐子瑶能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音乐人，还得看他自己的努力呀。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，徐子瑶也是很无奈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，大家别误会啊，我是真的很感激舅老爷给我这个机会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真的学到了很多。至于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音乐人，还得靠自己的努力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音乐，少关注我的关系哈。这番话一出，网友们又沸腾了。有人说这小子不错啊，知道自己的位置，还挺谦虚的。也有人说就冲这态度，我也得支持一波，期待你的作品啊。看来这次两人组合的巡演，不仅让徐子瑶在音乐上有了长进，也让他在处理舆论方面有了进步。面对各种声音，他既不回避，也不盲目迎合，而是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来回应。这种成熟的表现，也让更多的人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网友们的热议，虽然起因是徐子瑶的吐槽，但最终却成了一次有意思的文化现象。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音乐传承的关注，也体现了网友们对年轻艺人的期待。无论如何，这场狂欢都给徐子瑶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，也给他的音乐之路增添了一份期待。经过这次巡演的洗礼和网友们的热议，徐子瑶的音乐之路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。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，还真是个不小的挑战呢。首先，徐子瑶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如何走出刀郎的光环。要知道，刀郎接班人这个称号，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一方面，
他给徐子瑶带来了不少关注度和机会，但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束缚。对此，徐子瑶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很感激舅老爷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我不想一辈子活在他的光环下。我想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，走出自己的路。这番话可真是说出了不少年轻艺人的心声啊。那么徐子瑶该怎么做呢？他的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，我要继续学习和积累经验。刀郎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我要学习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，同时我也要多接触不同类型的音乐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说到这里，徐子瑶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我还想尝试一些新的音乐风格，比如把民谣和电子音乐结合起来，这可能会很有挑战性，但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不得不说，这小子的想法还挺大的。但是光有想法可不行，还得有行动。徐子瑶说，我已经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了，虽然可能还不够成熟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，